连续17爆俄重大军火库被摧毁。海马斯火箭弹在袭顿涅茨克俄训练场。乌军远程导弹攻击克里米亚俄空军基地。乌军拿下库尔斯克红十月镇，并合围格卢什科沃地区的数千俄军。乌克兰胜利计划受到美国支持，目前已完成90%。据开源情报报道，9月18日，乌军发射超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7大洲。俄罗斯各地政府宣称，总计击落了23架乌军无人机，并称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坏。火力军无法证实俄罗斯当地政府发布的信息，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相关照片、视频和卫星图片等可视证据，看是否有被击落的乌军无人机碎片给俄罗斯境内设施造成了损坏，引发大火或爆炸。而在俄国防部的通报中，其防空部队只在5个州上空击落了54架无人机，未提起被乌军无人机命中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和特维尔州。不过，网络上多个消息源发布了大量这2州的受袭图片和视频，其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个燃料和润滑油仓库被乌军无人机击中，大火燃烧数小时仍未熄灭，俄军损失重大。更关键的是，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攻击次数也越来越多，并且持续逼近克里姆林宫。这不，俄军在托维尔州托罗佩茨镇的一个巨型弹药库被击中，引起地震般且连续17次的剧烈爆炸，并燃起6公里宽的大火。据悉，托罗佩茨镇位于莫斯科以西约400公里处，驻有2支俄军部队和第107兵工厂。而被击中的俄军第107兵工厂弹药库，据悉存放了数千吨的包括伊斯坎德尔导弹、原点 U 弹道导弹、S300、S400 防空导弹以及朝鲜 KN-23 在内的各式弹药和发射系统。据卫星图像和火灾画面显示，俄军第107兵工厂几乎被完全摧毁，周围陷入一片火海，就连在太空中都能看到俄军第107兵工厂爆炸产生的浓烟。显然，乌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该兵工厂的弹药库的2次爆炸，设备武器、弹药被成功点燃。此外，爆炸带来的破坏也影响到了附近的定居点，如奇卡列沃，该定居点的南部紧贴着爆炸点，因此当地居民不得不紧急从奇卡列沃北部划船撤离。爆炸发生后的当天下午，特维尔州州长伊格尔·鲁德尼亚发表讲话称，此次袭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不出火力军所料，该州长声称，此次事件是由一架坠毁的无人机残骸引发火灾造成的。同时，他还表示，撤离的居民已获准返回家园，所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已恢复运营。不过，对于该州长避重就轻的回答，多名俄军事博主并不买账，都在批评俄罗斯当局对该兵工厂的建设不力，如其指控被拘留的前俄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上将德米特里·布尔加科夫从事腐败行为，才导致该兵工厂的建筑质量不佳。同时，他们还指责俄军，称其对储存的导弹和火炮弹药库处理不当，才有了这次的惊天爆炸。目前，俄国防部尚未对此事发表具体评论。在哈尔科夫，乌军在收复沃夫昌斯克后，反击仍在持续。乌军第3独立突击旅连战连捷，乌总参谋部直属的第101警卫旅更是在逐步清剿俄军阵地。而俄军的堑壕战术由于消耗巨大，已出现兵力、装备弹药不足的情况，明显有些顶不住了。在顿涅茨克，超过总数50%的战斗依旧发生在红军村和库拉西夫方向。其中，红军村方向，乌俄双方在格罗季夫卡、马里尼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多地展开了39次进攻，均被乌军击退。在库拉西夫方向，俄军在乌克兰斯克、楚库里涅和尼克附近尝试突破乌军防御阵地40次，但没有取得确认的进展。虽然顿涅茨克整体战线变化并不大，但乌军在战斗中对顿涅茨克俄军及其设施发动了多轮海马斯火箭弹袭击打击。据新闻周刊的战场报道，乌军海马斯导弹成功击中并摧毁了当地一座俄军训练场，造成至少90名俄军死亡，大量装备被毁。目前，俄军尚未回应该消息，具体消息和损失还待后续验证。与此同时，据乌克兰海军9月17日报告显示，乌军导弹部队袭击了马里乌波尔赫里伯克村附近的俄军弹药仓库。从此前流出的现场照片来看，这个隐藏在森林中的俄军弹药库很大，而乌军对这个弹药库进行了2次攻击，分别是9月13日和9月16日。目前，这个弹药库包括周围的树木都被夷为平地。此外，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乌南战场，欧美援助的武器在这里同样没有什么限制。
据开源情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7日，乌军突袭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贝尔贝克机场。据悉，此次乌军并没有出动无人机，而是动用的欧美援助的 ATACMS 远程导弹打向了该基地。随后现场冒起浓烟。据初步统计显示，俄军一套 S-400防空系统和多架战机被摧毁，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也在加剧。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第44天，据最新信息显示，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情况比预计的更糟糕。9月18日，乌军继续向维肖罗耶以北、梅德韦日耶以东以及诺维伊以西持续发动攻势。如乌军第95空突旅在梅德韦日方向成功且偷袭了俄军防线的后方。目前，乌军已迫使俄军从格卢什科沃南部后撤，并使其丢掉了约34平方公里的领土。乌军战线正向更深处推进。此外，有消息称，从诺维伊向西推进的乌军已经拿下红十月镇区域。据悉，该地区和乌克兰边境接壤，拿下这里意味着乌军能向俄罗斯境内输送更多的兵力和武器。同时，从诺维伊向东推进的乌军正努力和正面进攻的大部队会合，而乌军大部队最近正在克拉斯诺克迪亚布斯科耶、奥布霍夫卡以及留比莫夫卡附近发起攻势，其已在库尔斯克未指明区域击落了俄军一架卡乌尔直升机。乌军第8特遣团第1营也在当地摧毁了多辆俄军装甲车。总之，两股乌军部队若是能顺利会合，届时格卢什科沃地区的数千俄军将彻底断绝生路。不过，对于乌军占领红十月镇和新动向，俄方暂时未做出任何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但不可否认的是，俄军的反攻已经明显受挫。鉴于俄军不断开启撤退和疏散行动，法新社9月18日援引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管理局发言人奥列克西·德米特拉什基夫斯基的话称，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反攻，并稳定了局势。俄军的反击并没有达到预期，乌军在库尔斯克建立的缓冲区正逐渐稳定。此外，可能受斯托尔滕贝格表态的影响，在比尔格罗的地区，乌军同样被解除了部分武器限制，加大了该区域的炮击力度。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9月18日愤怒地表示，北约没有认真对待普京关于允许乌克兰使用欧美远程武器攻击俄领土的后果言论，而这也间接承认了俄罗斯西部边境局势的恶劣。综上所述，大家可能会发现，乌克兰正持续对俄罗斯及其境内的后方后勤设施进行持续且精准的打击，包括但不限于摧毁弹药库、机场以及铁路线等后勤设施，从而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远程导弹袭击的能力。现在，若是欧美的武器禁令能进一步解除，乌克兰就能在持续发展自己远程打击能力的基础上，大范围且有效打击俄罗斯的脆弱点，即物流通道、弹药库、后勤设施等目标，从而影响整个乌俄战争，使战争更快结束。对于这一点，泽连斯基将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和欧美沟通，允许其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深处一事。目前有很多声音都在推动这一限制的解除，尤其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稍早时候，他同5位英国前国防部长联名施压现任首相斯塔默，敦促其单独同意乌军使用暴风阴影导弹攻击俄境内的军事目标。同时，他也对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取得的成果表示了赞赏，并表示如果放开武器禁令，乌军能做到更多。当然，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也备受瞩目。据路透社报道，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公开表示，美国从未放弃支持乌克兰，也正在寻找和平之路。而且他还表示，美国已经知晓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泽连斯基强调称，其胜利计划已经准备好了90%以上。另一方面，乌克兰议会批准了允许外国人担任军官的新法律。同时，乌克兰在持续战争中也将2024年国防预算增加120亿美元。此外，欧美对乌克兰的国际援助也没有停下。如荷兰国防部长布斯克曼斯直言道，战争不会在2024或2025年结束，因此对基辅的军援不能停滞。法国交付乌克兰的幻象2000 5F 正在进行改装，首架将于年底交予乌克兰。德国也适时送来了额外的1亿欧元援助，其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9月17日访问摩尔多瓦时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以上种种都反映出，欧美在推动乌克兰和平方案的同时，也在同步准备对乌克兰的军援。当然，比起援助，显然乌军更需要的是放开武器限制。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波音公司数万名员工于近日发起的罢工，其位于西雅图的2座工厂均已停工，原因是员工10多年来都没有涨工资，导致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目前，波音公司正在与员工组成的罢工联盟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波音宣布了一系列降低开支的措施，如临时裁撤高管、大面积中断供应商采购等。此外，据相关数据显示，由于近年来的多起事故，导致波音口碑受到严重影响，其订单量明显下滑。截止上季度末，波音累计净债务高达450亿美元，其中120亿美元更是需要在2年内偿还。这也就是说，目前波音的现金流高度紧张，几乎降至可维持运营的底线。再加上此次员工的大规模罢工，可能会导致波音到明年都无法形成正向现金流，其后续的生产计划大概率也会受到影响。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空军目前严重缺少飞行员，据官方预计，至少缺少1848名飞行员，其中战斗机飞行员缺少1142名。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空军飞行员的核心训练机 T-38教练机，其整体机队出现严重的机体老化，导致相关训练被迫延迟。此外，由于美国空军还需在乌俄战争中承担欧洲北约联合喷气式飞机飞行员训练项目，这意味着能够供美国空军使用的 T-38教练机数量更少了。再加上目前迟迟无法交付的波音 T-7A 教练机，使得美国空军飞行员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目前，美国官员暂停了培训新的教练机飞行教官，以保证现有飞行学员队伍的稳定，并且打算将受过战斗机或轰炸机操作训练的飞行员安排驾驶其他战斗飞机，如直升机、加油机或教练机，以此来填补飞行员空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不仅要扩大部队人数，还打算全面实施陆海军换装计划。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说法，作战部队将不再接受单一武器，而是成系列的现代化武器，例如各款式的高精度导弹、装甲车、战机、侦速系统、反电子战系统以及控制和通信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从当前局势来看，先不说俄罗斯能不能达到招兵标准，就该国内的经济窘况而言，已经波及到了普通民众。如果还要继续投入资金搞战争装备，届时可能战争还没打完，其内部经济就率先崩盘。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继传呼机大规模爆炸之后，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与电子设备有关的突发爆炸事件，且爆炸威力更加巨大。此次爆炸涉及的电子设备除传呼机、对讲机外，还有手机、汽车或摩托车车载电台、收音机、音响、笔记本电脑、指纹门禁系统等。从这些设备的种类来看，似乎只要是拥有通讯模块且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都有爆炸的可能。由于暂时无法区分正常使用的电子设备是否会突然爆炸，再加上这些设备的生产商都在踢皮球，导致爆炸事件调查起来难度相对较大。黎巴嫩至今仍然没有查明爆炸的具体原因，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以色列的特别行动。此外，这波连续的电子设备爆炸事件不单单影响了以色列和黎巴嫩，关于民用电子通讯设备可能会爆炸的话题已经波及到全球的贸易市场。毕竟普通人根本无法保证购买的电子设备到底是不是一个定时炸弹。据中时新闻网9月19日报道，今年4、5月份，多家伊朗媒体声称，俄罗斯将向伊朗交付一批苏35战机，并且暗示这笔交易会在几周内进行。然而如今数月时间过去，伊俄双方却并未进行此项交易。近日，据保加利亚军事网透露，伊朗官方目前已经否认了之前的报道，随后媒体们也先后删除了相关内容。目前尚不清楚伊俄双方为何会取消这笔交易。不过据以往信息显示，2022年，伊朗和俄罗斯确实签订了一项协议，将采购一批苏35战机。然而到了去年年初，伊朗国防部长阿什蒂亚尼曾暗示，2022年已敲定的采购协议出现战略转向，伊朗可能会优先考虑国内生产这些高性能战机。随后就传出了伊俄可能会终止苏35交易的传闻。可是到了去年10月底，伊朗国防部副部长法尔西再次证实，伊朗和俄罗斯确实存在收购苏35战机的协议。他当时表示，雅克130苏35米28已抵达伊朗境内，具体流程正在进行中。鉴于伊朗曾就此问题出现过前后不统一的说辞，所以对于此次伊朗否认苏35战机交易报道一事，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陆军准备重启戴维斯营的2战飞行跑道。戴维斯营最早于1941年启用，
原本是美国陆军防空炮兵的训练基地，在二战期间，这里部署有近2万名士兵以及诸多军备。不过，随着二战结束，该营区也在1946年停用，直到1992年，美国陆战队又把此处用作地面演训。该营地拥有一条1380米长的跑道，在经过近期的整修之后，陆战队打算将其作为未来的外力飞行场，用来进行各种战机和运输机的实操演练。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启戴维斯营跑道之前，陆战队于今年6月在贝里流空军基地率先重启了第一条二战飞行场的斯莱奇跑道，并成功降落了一架可 S-1130界加油机。此外，由于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计划高度依赖航空部队运送小规模战力作业，因此这类基地的重启对陆战队日后空中支援任务训练的效益至关重要。据美国防务1号报道，由于传统的空中预警机越来越难以应对现代化的作战方式，为此诺格公司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突破性系统，名为 NG Insight， 它整合了多项尖端科技，如联网技术、实体处理器、高频通讯天线以及信号情报、网络攻击和通讯等诸多功能，并能够将庞大的预警机转变成一个可由多个平台共享信息且实现协同作战的分布式空中之眼，从而提供更强大的侦察能力。NG Insight 的核心优势在于分布式架构，摆脱了传统预警机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架飞机上的限制。例如，它可以利用机外处理传感器和云端基础设施，有效减轻系统的体积、重量和功率需求，以便腾出更多空间搭载燃料武器，从而提升作战效率。此外， NG Insight 系统还能够熟练运用商业卫星，例如在全球闪电计划中， NG Insight 系统利用 SpaceX、OneWeb 等公司的卫星网络，成功展示了可跨星座、跨轨道、无缝衔接的混合通讯方式，即使在敌方发动电子战或其他干扰手段时，也能够确保数据持续稳定的传输和收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空军作战副参谋长斯贝恩曾公开支持过 NG Insight 系统，其认为在未来空战中，空军可能会同时遭受空中和地面的双重打击，与上级指挥部失联的情况会频繁发生，因此这款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显得格外重要。无论是指挥官还是作战人员，都能根据任务需求和电子环境变化，随时调整 NG Insight 的配置和使用情况，以便获取关键情报，提升作战效能。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欧美国家已经冻结了俄罗斯数千亿的海外资产，但其在海外仍有1800亿美元的影子储备资金。那么俄罗斯究竟是如何存到了如此巨款的呢？欧美国家认为，乌俄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大型能源公司在短期内实现了巨额盈利。例如，在2022年，俄罗斯的原材料出口收入高达5900亿美元，即便之后有所下降，仍然是1000亿级别的规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最后既没有进入俄罗斯账户，也没有进入受制裁的央行储备，而是以影子储备的形式存在。所谓的影子储备，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际账户，而是以存款和贸易信贷等形式存在于与俄罗斯交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和印度，从而避免欧美国家的干涉。尽管俄罗斯的影子储备资金相对充足，但是要想将其直接加以利用还存在一定难度。这就像资产和流动资金的区别，如果真遇到紧急情况，俄罗斯能从中拿出多少钱快速转移到本土，也是一个未知数。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欧盟打算加强对俄罗斯公民发放签证的限制，此举是为了应对匈牙利之前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提供的便利。今年7月初，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随后匈牙利将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纳入国民卡计划，允许两国公民搬迁后可获得该国的永久居留许可。8月中旬，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托彼得再次指出，向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发放国民卡并不会对申根国家构成威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打击俄后勤设施的战术是怎么样的评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